静，大家肃静，自己答自己的题。看不见那边那么大的烟吗？没打眼，谁也不许走，不准动，不准动，现在考试。着火！门口着火了！题打了再走，打完题还没打完呢，都回来了，题打完再走。着火了，你别打了，赶紧走吧。最后一题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快一点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难受，打完了。快！一群蠢货！这么简单的测试，只有一个人通过。图南兄，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，你这么说人家，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？讨伐我什么呀？7个出口，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，还有各种工具，就在显眼的地方。但凡有点脑子，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。你招的是银行家，不是陆战队队员。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？理性，搞金融的，是。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、意志坚定，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。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，生死攸关。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、胆识、意志力，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，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。只有一个人通过了，走到最后。这笔试的成绩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，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，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。而且在火烧到档案室之前，还能够去救火。我觉得这种品质啊，还算可贵吧。你不是跟我说了，那档案室是空的吗？那我没有告诉他呀，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你都不知道。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猜他怎么回答？你不是说档案在里面吗？
如果烧着的话，对央行的损失会有很大吧？你别说，这个孩子还挺实诚。是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，成绩是满分的，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，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。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静。这小子什么来路？出身寒门，甚至没上过大学，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1年半的财会。夜校？嗯，这种人你也敢招？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，责怪你啊？我之前说过了，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，不看背景。聪明啊，先生，去安排一下，这个47号考生，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。进。先生，威尔来到了。石先生，你好。看着不是很紧张吗？紧张，不也没什么用吗？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？泥鳅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，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。路途时间长，那鱼就会缺氧而死。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，它们钻来钻去，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。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，但是不是很准确。乌鱼呢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，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。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，还是乌鱼啊？若在盛世的话，应该是泥鳅。央行居中，宏观调控，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，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。乱世呢？若在乱世的话，就是乌鱼。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，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，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。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？石先生，我是来面试职员的，不是总裁。好，做自我介绍吧。我叫威尔莱，今年23岁，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。擅长什么？计算还算特长，记忆力也还不错。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，证明你的数学很好。考你的记忆力。随便找一页，给你5分钟，看仔细了。好。记好了。我说了，给你5分钟。我记住了。左起第3行。文字之学凡有3，其一，体制，为点化有横纵曲直之书；其二，训诂，未称未有古今雅俗之意；其三，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？哦，没有。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。看这个。好了。第4季度总支出176174.25。7月行政支出7064.78。等，这账好像不太对吧？何以见得？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。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。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，那7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。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？
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，表上没有体现。迎来送往增多的话，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，也没有体现。您这7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？你真的只上过夜校？啊，对，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多多益善。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。我爹在老家呢，我一个人在上海，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。如果薪水够高的话，我就少打一份零工；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就继续当排版工，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。总之饿不死。县总理呢，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：“升官发财，请往他处；贪生怕死，误入私门。革命者来。”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，你有吗？我有。我大中华极贫极弱，梁公曾言：“故今日之则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强则国强。”银行是百业之母，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，是金融中枢。若来愿尽毕生所学，报效国家。说得好，但是有点虚。说点实的。那我就想多赚点钱，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。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，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。那没必要，在央行有政策优势，我可以做一些投资。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，我也可以写些股评，挣些稿费啊。不行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。那我能一个人干2个人的工作，奖金多发一些吗？不行，没有这个先例。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，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，推荐你去交通银行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。算了，这种简直骂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。您放心，如果我能录取的话，我一定会尽心尽责、全力以赴的。进。先生，你祖籍是？啊，我是江西吉安人。吉安，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呀！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。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？对，3年前就离开家里了。3年前，对对对，也就是民国16年，正是清党时期。先生，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。沈顾问，从宜不用，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，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。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，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，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。微若来，抱歉，从人送客，请吧。抱歉，打扰了。难得碰上个实诚人，这品行能力都不错，可惜了。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，缺什么？一往无前的勇气。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，他动心了，他的眼神骗不了我。做大事而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，非英雄也。寒门子弟，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。我们呀，别要求过高了。所以啊，邓处长，咱们加把劲儿吧。这希望退休之前，这世间再无寒门啦。
馄饨2个包子。哎，好。哎，魏总回来了。魏哥，回来了，不用换了吧？来，先坐下吃点东西。哎，再来碗馄饨啊！哎，好嘞。刚下的馄饨，热乎的，你先吃。吃包子。面试怎么样？通过了吗？没事的，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，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，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。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，没有更好的了。希望这个干，我不要很抠头，家好的今年房租给我，能要哪去？哎呀，弄别老了。若兰，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？这个没面试上啊？哎，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？什么为什么？人家有关系，他没有关系。央行那个地方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。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？现在关键时候弄啥呀？要是早个2、3年，不要说央行，汇丰我都可以叫他进去，一句挨误。呵，吹牛不打草稿的了，还汇丰银行了，先把房租付掉呀。就是讲呀，不要米空。小魏啊，没事体啊，没过就没过了。老话说得好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央行什么地方了？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你晓得什么？央行的后头是政府。政府又哪能啊？啊，哪晓得啊？现在共产党的老兄弟，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。你们都是姓夏，可是为我话。哎，他没有下讲，你们晓得吧？现在刚西啊，党的一体死党，你们知道，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，是蛮吓人的啊。现在形势不对了。哦，就是这样呀。刚刚还讲什么？老爷子。若兰啊，我在央行有门路，你要是需要，我给你通通门路，啊？不用了，帮总工作就好了。你错了，人家不用你，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还不够。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，什么履历、经历、关系，通通都不重要。即便你是颗手雷，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经常被人拒绝，我就想，对方是什么人，他想要什么，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，就知道他要什么，这就一切都好办了。
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？若在盛世的话，央行居中，宏观调控，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，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。乱世呢？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，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，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。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？沈图南，你到底图什么呢？到底是不是有人要做跟我屠杀啊？小李，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小李先生，我给你回复。张先生，保安。老刘，我是不是有人要故意做跟我屠杀了？哎，走吧。我们有规定。走开！拉住我！老刘，我头上要是崩盘了，我跟你没完！老刘，你给我别动了！鲲鹏背负青天，而后乃图南。任务失败，立即实行第二方案。魏若川同志，8位同志的生命全靠你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请进，招待不周。圣诞快乐！沈先生，圣诞快乐！谢谢，圣诞快乐！陈先生，哟，郑奶奶，方处长，圣诞快乐呀！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别说圣诞了，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。严重了吧？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？哦，确实是他，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。什么炸弹？哦，之前的一桩陈年旧案马上就破了，没事。里边请，康处长。哎呀，汤爷，邓主任，
好久不见。是。张局长，于老，内部消息，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，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。我通商这2天的股价忽涨忽跌，下手真是太狠了。嘴上说是为了国家，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。看来今天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，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。于老，现在姓沈的和政风处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查我快顶不住了。侬今朝就不应该贸然动手，侬也真是神不是气。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嘛。不过于老，你放心，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自己担着。侬呢，也为那结果想得太悲观。后头有大家辣盖，侬怕啥啦？一个小小沈大南，你想翻天不可能的呀！说的也对，这不是南京府，这是上海滩呀！来，是，来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沈公馆。方便看一下您的请柬吗？谢谢。请柬。我是陈浙先生的助理，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，哮喘药忘带了，我要去给他送一下。抱歉，没有请柬的话，你是进不去的。陈浙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，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，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把名单拿过来。稍等一下去吧送完赶紧出来啊！人差不多都齐了，那我先上楼了，你小心点。我知道。看一眼。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？准备怎么样了？都安排好了。欢迎。一会儿劳烦你。好。诸位贵宾，今天呢是圣诞节，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敝社一聚，实乃我沈某的荣幸。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：央行要清理门户了。想要稳定金融，要做到2点：一，对内物价的稳定；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。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。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，在任职外汇局1年0.3个月期间，4次散布假消息，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，并在上海的金业交易所提前埋伏，通过买空卖空，共套利高达28万银元。因为汇率波动，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。沈图南，你血口喷人！汤圆，哎，你干嘛？
空口白牙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啊，当然有。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，这儿还有你的签名，用我当着大家的面儿给念出来吗？念。别说了，别在这丢人。哎，你不能抓走我，我是将唐买回去的副局长，我是孔先生的人。诸位，刚刚打扰了，现在我正式宣布，圣诞酒会正式开始。音乐，谢谢。我帮侬讲，搿是叫杜五七兄，伊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。姑姑，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？好看吗？那给你穿。好呀好呀，现在就给我穿，现在就给我穿，现在就给我穿。我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，像演舞台剧。怎么浮夸了？好看就是好看嘛！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，给你哥哥面子，当一回淑女啊！能不去吗？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、酒气冲天的，想想就烦人。花不了太长时间，你就随便应付一下。快去，快去啦！嫂子到时候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嘛！你回来，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！快来，好吧。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由一位神秘嘉宾带来一曲美妙的钢琴曲，热烈欢迎，有请。柏林开过个人音乐会呢，作为实习，你可多洋气啊！看什么？看也没有用。高峰呢？科研分析已经拿回去。那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不是要留这儿，随时要听从您的吩咐吗？是听我吩咐，还是想借机结交些大人物啊？别在这丢人了，滚吧。是。哎，你咋是来了？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我们一定要努力，杀光上海所有的工党，重回南京。圣诞快乐，玩得开心。
老板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？腰部有点不太合身。抱歉了，今天时间有点紧，改天到店里去，我帮你改一改。好的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玩得开心。好，玩得开心。哎呀，沈小姐，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。谢谢，圣诞快乐。有空一起吃饭啊！喂，我，还记得我吗？黄包车。是你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音乐家，刚才弹的真好听。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，真的假的？消息挺灵通啊。道听途说嘛。你今天这弹一场，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啊？先别说我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啊？沈图南，你跟他熟吗？一起吃过饭，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？你这次就当还了，你帮我给他带个话，行吗？那你答应我，上次的事情，保密。没问题。经营实业才是根本。图南，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，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？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，这些私营银行呢，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，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账都不买，这种日子该结束了，是该整顿整顿了。去。先生，江伯伯，圣诞快乐！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！谢谢江伯伯，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谢谢江伯伯。我跟江叔聊正事。江伯伯已经同意了。先别叫江叔啊！你干嘛了？有人让我转告你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谜题。什么谜题？滚口誓言。这人在哪？给你5分钟，把话说清楚。沈先生，您计划在1个月内利用鲲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，连续对通商、华信、新夏、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狙击，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。通商银行这是您的第1个猎物。接着说。央行成立时间短，资金薄弱。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，希望用3年的时间，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、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。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，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。到那个时候，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气。谁跟你说的这些？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。组织决定立即出见顾伦，他在理查饭店503房。还不说实话？沈先生，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。您也知道，只要有交易的话，就会留下蛛丝马迹，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，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不可能。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，交易信息浩如烟海，而且随时都在变动，个人很难掌握。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沈先生，您看过我的简历，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？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。不可能！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，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，还是我押你出去？世界并非如你
开花。不要留我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的风沙，我也需要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话。铺天盖地黑暗中有风雪交加，我知道不怕，因为聚沙成塔。不要有我一个人点燃半个世纪的火花，我也想要哪怕只是一幅小小的画。微暗渺茫阑珊处藏中驶过它，我知道出发是为了有个回之家。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复杂，闭上眼看着光，你要相信它，星辰不再白日荒废的繁华，深潜在海底，在夜